日本用卖美债的方式去救日元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能暂时减缓这个日元贬值的速度，除非你日本有无穷无尽的子弹，但是你没有。你干脆就放手让它贬到另外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可能很低哦，也许160、170、180都有可能。为什么大家在卖美债？因为大家就怕万一它再违约了，我怎么办？美国现在的这个债务已经奔向40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殖利率也在同步攀高，它每年在原本的利率下就要付掉1兆美元的利息，它一年的 GDP 只有33兆，有关于现在日本的危机哦，包括了在日元跟日债上，我们赶快来看最新的状况。来看到首先呢，6月份日本为了要救它的这个继续贬下去的日元，因为现在又再次的逼近了160大关了，所以它怎么做呢？就是自救啊，大卖了264亿的美元的美债。让它的持有规模现在降到只剩下大约是1兆多美元了。注意了，这个数字哦，是这一些主要的美债持有国当中，它是减持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日本了。大家还记得吗？当时7月份日币不是狂贬吗？所以美日当时就讲好了说，好，我们为了要救日元，大家2个国家一起联手起来去压住日元的贬势。结果呢，确实我们看到日元稍微喘了一口气，现在继续的贬下去，让人不得不问，日本现在是不是也已经看懂了？就是说，对于美国对他们的帮助可能只是一下下的，而美国现在呢，过去它是作为亚洲金融市场的重要国家，现在是不是美国也自身难保了呢？日本的疑问就是来自于许多最近我们讲的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现真的表现非常的差。首先啊，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元的部分，它的美债呢已经快要突破40兆美元大关了，而且可能是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会突破40兆美元大关。尤其来看到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创下新高，30年期创下20年来的新高，更不要说还有庞大的财政上面的赤字，还有美元光是这个每一年利息的支出就高达了1兆美元，还有通膨的压力等等，都让日本是不是觉得说现在自己只能靠自己了呢？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日元，即使在这个日本政府出手救市之下，还是继续的贬，现在逼近了160大关，狂卖美债都没有用吗？那另外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国债的部分，他们也是不是认为美国真的是救不了他们呢？因为1988年的时候，美国国债只有5兆，现在已经逼近40兆了。那日本接下来还剩下什么牌？委员怎么看？对，其实现在的美国，特别是美债啊，已经面临了一个我们号称叫做完美风暴的局面哦。所以很多人说，也许美债大到不能倒哦。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完美风暴的因素通通都加在一起的话，那么接下来对美债来说，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冲击哦。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刚才思敏提到的，美国现在的这个债务已经奔向40兆了哦。那么奔向40兆就算咯。过去在33兆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说30几兆一路往上奔，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这个债务就累积到将近40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殖利率也在同步攀高。殖利率代表什么？代表我美国要跟人家借钱，我发行美债，我要付多少利息？所以当殖利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就代表我的利率的负担就越来越重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大家看到的30年。这个长天期的美国公债的利率已经到5.22了，而且持续有可能再往上攀升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财政状况很糟，它每年在原本的利率下就要付掉1兆美元的利息。如果美债的殖利率持续攀高，那么接下来它要负担的利息可能超过1兆美元。它一年的 GDP 只有33兆，那么你光利息就要先付掉1兆了。那所以大家对美债现在最大的疑问是什么？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所谓的债务违约，不见得是美国会倒闭哦。很多人说美国大到不能倒，的确，但是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这是另外一回事哦。比如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像川普当时讲的，说你所有的盟友持有我的国债都拉到100年，100年以后我再还你，有没有可能？那川普有这样的想法哦。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要求在利率上打折？这些都是债务违约啊，就我还不起这么多利息了，那我要不要来做个债务打折？以美国用地缘政治的压力去压迫这些持有美债的盟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哦。所以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大家在卖美债？因为大家就怕万一它再违约了，我怎么办？
或者万一他拿地缘政治风险来威胁我的时候，要我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利率降低打折，我究竟是要答应还是不答应呢？与其到时候损失，我不如现在就把美债赶快能卖掉一些就卖了。那你更不要讲，还有很多跟美国不对盘的国家，包含像中国大陆，他了解美国磨刀霍霍的就即将要面对他了，他当然宁愿卖美债，改为持有实体的黄金啊，这更为保险呢。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日本现在正在卖美债啊，他为了要救日元嘛。可是当然啦，日本用卖美债的方式去救日元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那只能暂时减缓这个日元贬值的速度。可是实质上，如果你不解决现在日本跟美国基本利率的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日本如果不升息，那么大家的这个利差交易会持续的交易下去啊，大家来赚利差。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你说日本接下来不靠美国自己来救，自己来阻挡，那他势必要买美债，所以市场上的美债会越来越多。各位知道，当美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大家不要美债，可是美国现在又要跟大家借钱，所以我只好用更高的利息来借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的整个美债的殖利率往上攀升。那么同时，日元要救，我刚才也提过了，几乎没有办法，除了升息没有办法，要么另外一条路就是你干脆就放手让它贬，贬到另外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可能很低哦，也许160、170、180都有可能。但是你唯有如此哦，你就只有2个选择。但是市场干预绝对不可行，这过去的这个金融操作的过程当中都一再的证明，除非你日本有无穷无尽的子弹，但是你没有，所以你最终会耗掉子弹，然后把这些子弹反而送给了那些去做炒汇的人，变成他们的收入了。那么这并不是一件聪明的事。好，所以其实日本也看到当前美国的经济上面的问题，他们现在靠自己来救自己，但是看起来卖美债对于现在当前的日币狂贬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那这个就是有关于日元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是无解的。那日债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可能又是另外一场即将引爆的金融风暴吗？尤其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人家说这个叫做40年来最大危机，震惊金融圈、央行跟投资机构，就是因为8月18号这一天，日本10年期国债殖利率冲破了将近2.9%，已经超过2.9%，创1996年以来最高，30年期更糟了，这个殖利率更是正式突破4%。目前日本债务是1100兆日元，什么意思？就是占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250%了。有专家说，比当年的希腊危机还要更危险，真的是这样吗？下一场风暴会落在日债，先是日元，再是日债吗？那聂老师怎么看？OK， 欧债危机的时候我研究过啊，那是金总会，我们那时候接到第一个案子就是我接的，所以对当时的那个日本啊、美国啊的债务我有所了解。当然，欧洲最主要是欧洲5国所带动的这个英德法加5国的总债务，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是总共欠10兆美金，当时就研究了日本和美国也是10兆。2008年大家去看一下，都是10兆美金。那这个三角都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出问题？是因为有2个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在玩债务，你会出问题。第一个结构性会出问题，叫 structural problem。第二是 liquidity， 叫流通性的问题。我坦白跟各位报告，其实欧洲出问题是这2个问题都是大问题。第一个，大家国债都是互相向别人借；第二，流通性呢，只要呢你缺钱呢，就会人家可能就对你债信不保，就你们没办法流通了。可是美国这个问题呢，会出在哪里？美国结构性问题很大，它现在已经突破40兆了，很有结构性问题。可是因为它印钞票，大家会买，所以流动性问题没问题。日本其实没有问题啦，从某个角度，但是我要讲后来有问题了。当时也是10兆，其实现在用当时的汇率1:120也是10几兆哦。现在呢，其实日本的这个 GDP 是4.4左右，4.3、4.4的 GDP， 它现在欠的现在美元算是8.7、8.8，是200%了。坦白说，200%其实是非常高，因为国际间的国债的临界点，一般的国家是60%，200%非常高。好，那现在它为什么不出问题？因为它是内债，日本人是欠自己的钱。像台湾的债也是，像台湾它有88%是内债，海外它不怕别人把你抽针倒。现在问题出在里面，也就是你知道，现在日元一直贬。他要救，一个是央行这边要救汇率，刚刚有讲到，讲不好听，你要创造日元需求，你去卖美债，你 sell US dollar， 你 buy 这个Japanese yen， 但重点呢，外面投资客更清楚这个市场导向，市场有力量比政府2做，你的力量有限，能力有限，在此时的美国也不行，这时候呢，你还是一面倒，还是输。第二个，你现在用财政地方来了，就属于财政部分，你要用 consumer tax， 叫做消费税，大家都知道啊。
它从这个1989年沿路从3%、5%、8%、10%，因为我本身在日本的消费，我非常记得这个情。现在2年要维持，今天降到1%，未来你的黑洞就产生了，你将来还要去补足未来的少的税收。现在一个国家在财政上2大问题，就是 debt ratio， 就是你的国债除以你的 GDP 不能超过60%，超过60%是要看你国力的大小。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财政赤字的 ratio， 财政 ratio 就是你的这个deficit， 就是你不要超过3%，它现在刚好要到临界点。那什么是这个所谓的财政赤字呢？也就是财政预算里面的政府的支出减税收。你现在的支出说不好听点，我们要强调一个，你现在国债主要是一个利率一直上升，你现在10年债、30年债，我们换算成了 yield 叫殖利率，现在是10年债2.9多，快3，那这个30年其实4哦。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高利率，这个高利率叫做对国际有算，对日本人来讲，它又是国债，他会觉得非常高。我告诉你，日本有个很奇怪的现象，1986年广场协议之后，85年9月22号广场协议之后，1989年产生了他们的所谓的 crash 之后呢，失落30多年之后，日本人在40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体验过高通膨，没有体验过高利率，也没有体验过现在突然你要换汇出国那么贵。又加上好，政府要我继续买国债，发觉什么3%、4%，我划不来。我跟你讲，当你的内在不支持你国家，这是后面我讲的流动性的问题，未来会产生。它现在不会被国际抽资，但是它是自己日本人会受不了。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表象看起来日本现在做的一切政策好像都有蛛丝马迹可循。可是你要知道日本人的习性，当你日本人他已经自己受到了创伤，我们讲的笨蛋这个问题在经济，这克林顿讲的嘛，你不觉得高市有很多的笨蛋的后续他没有想到，包括消费税未来的所有的，你知道我们在玩这个经济学叫 business cycle， 未来引申的未来的恶性循环可能会更严重。那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它其实在结构性有问题很高，流动性看起来以我的研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未来有问题，因为现在它整个市场转变。人民对他不信的时候，他的国债都出问题，尤其现在日本人年轻哦，是走小确幸，不像过去以这个忠贞爱国，就是以军国思想来效忠国家，将来就会出问题。好，所以这个源头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体的日本人对于国家，还有包括了高市早苗的不信任哦，还有整体这个日元跟日债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现在可以看到日本的内需哦，还有当地的这个消费状况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看到的是内部的最新经济问题，是日本的第二季 GDP 季增幅只有0.3%，远低于原本市场的预期，而且私人消费明显下滑，资本支出也因此下降。但是这个时候碰到的是日本国内有高通膨的问题，影响最大的就是65岁以上的退休族，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一个细节，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案例来看，这一位是72岁，她叫做菅井女士，她独居在这个新泻县村上市，距离东京5个小时的一个地方。她说呢，每个月的退休金是11万日元，但是重点来了，因为现在中东不是在打仗吗？导致这个能源成本啊，还有这个燃油啊，全部都上升，已经占他月收入的1/3了。他说生活可以说是陷入拮据，无奈表示没有钱的时候只能忍着，因为他真的别无选择。我们刚刚说的这不是单一案例哦，所以在当地有许多的人类似这位女士一样，他们就一起发起了在当地的一个请愿活动。12月的请愿活动就是要求高市早苗说，你已经注意到现在日本国内高通膨的问题了吧？你这个退休金是不是也应该要跟着涨，来救当地的这些退休族群呢？另外一个具体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无职夫妇平均每月靠社会保障给付是22万日元，但是你的生活支出是远高于社会福利啊，还有这些退休金是26万，一个月直接要自己付的就是4.2万的日元缺口，超过新台币8000元。日本人现在目前的心声是，他们觉得每一天都是感觉越活越穷，这个是日本现在的新常态吗？干哥怎么看？好，这个案例真的非常的鲜明哈。新泻县这个72岁的菅井女士，你知道她那个地方叫做村上市，是一个小都市，距离东京5小时的车程，5小时，你说好像近吗？好像也有点远啊。但是我坦白跟你讲，她还算是在，就说是在繁华地区的乡下地方。那她那个都市有一个，就是等于是日本普遍的现象，就是说。你一打开门，你看到左右邻居，他65岁，他66岁，他67岁，他自己本身72岁，你就会发现说啊，我们这个是老人都市，
5%的人口高于65岁，大家就晓得，那这65岁应该是颐养天年啊，含饴弄孙的年纪嘛？不是。这个肩井女士，她在70岁之前，她还在食品工厂上班，她老公也是，后来她老公得了癌症啊，不幸在去年去世了。那你想，那本来是夫妇2个一起住嘛，那子女在外面，其实2个人的话应该可以支撑一个家庭，你错了。当她剩下她孤单一人的时候，她发现她本来她现在已经就退休了嘛，她本来1个月大概有11万日元退休金，11万等于多少台币呢？不到3万块，不到3万块，在台北非常拮据了，你什么都不能乱买。那发生在她那个乡下地方也是一样，大家知道日本老实讲一句，他已经30年没有涨过薪水了，因为通膨紧缩嘛，大家知道，通膨紧缩就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东西不能够涨价，所以一直来讲，不能涨价的话，那怎么办？企业赚不到钱，企业一赚不到钱，我就没有办法给员工加薪，员工不加薪就不敢购买。如果你要稍微涨一点价的时候，你还要跟社会大众すみません，对不起，我必须要涨2%、3%。我告诉你，消费者马上痛骂那不像，就是说，不像世界上其他地方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是说它涨价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它在这边是不准涨价。日本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体制嘛。刚刚那个聂老师讲的很对，他说以前军国主义在的时候，我还可以，我们缩紧肚子，我们也要撑下去。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现在他们老年人，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他几乎是1个月因为在就是说社会福利上面可以支撑你26万日元，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说已经超出21%的支出，也就是每个月要多支出4万2千块日元，去哪里找？找不到，你只好从哪里？你自己的存款。你已经70几岁了。对，千吉女士说，我1个月就花掉我退休金的1/3，我什么都不敢买，我根本不敢见我的儿孙。为什么？因为那都要花钱。我坐一趟计程车去东京看我的儿孙的时候，我要花1万块日元的计程车钱，我不敢。所以你要知道，日本它现在如果说它继续贬值，日元继续贬值。对于日本国民最大的影响，不是那些有房有车有股票的那些年轻族群，而是很多数的在乡间生活，在日本的，就是说在乡村的，就是不是像城市那么进步的，也没有那些资产的绝大部分的老年人，而且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危机了。今天有关于中日的产业战呢，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贸易战了。这一次双方打的是这个包括了高端的制造业跟战略资源的一个核心命脉，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到，一边是日本，他现在拿着他的高端机床来当做他的武器，来卡住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另外一边，中国大陆现在呢祭出的是稀土还有稀有金属来反制日本，当做它的筹码，要掐住日本高科技的原料命脉。先来看，这是最新消息，日本的最新消息，从8月16号开始就会正式的收紧它的精密机床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了。高市早苗甚至自己亲自跳出来说，相关新的申请是否接下来会放行，他会来亲自做审核，连高市早苗都已经出来喊话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卡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汽车、军工领域的发展，这一些领域要发展都需要用到高端机床，而中国大陆现在的弱点恰好是它有70%的需求，至今都还是仰赖日本的。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就在这个日本宣布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限制之后，但是呢，中国大陆对它的机床的订单需求仍然是持续增加的。先来看到3月份，日本对中国机床订单是达到了500多亿日元，创单月的新高。6月份，中国的部分更占日本海外机床订单接近达到了40%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这
这个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限制已经不是单纯的出口限制而已了，它也是试图卡住中国大陆下一代制造业的升级。那接下来中国大陆怎么办呢？真的会影响到中国不管是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军工升级等等领域的发展吗？尚志哥，请问怎么看？好，日本出手哈，那这次针对中国。会不会打到中国？可能会哦。目前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日本决定，要对于中国当中有点一个反制的部分的措施。我们知道之前日本反制像是光刻胶，以为很严重，结果中国大陆直接把你平替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日本来说，长久来全世界都知道，像日本、德国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制造工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它厉害的最核心之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讲。精密数位机床，这里头运用当中，我们讲那些精密螺丝啊，你要钻洞啊，你要车床啊，你要齿轮要磨，这里头不止这个机器厉害，包括人去做这个机器，人去保养这个机器，那个0点几什么微米的部分哈，那些老师傅，而且你弄完之后，第一个它那精密的卡准。所以呢，甚至包括，而且你这个机器10年之后都没坏哈，这就是日本这个所谓的精密，我们讲精密制床或精密机床的厉害之处。所以所有现在在应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业，是它通常用的部分是最精密的，比如说航太，比如说一些军事武器、半导体的部分，还有最新现在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减速器，包括一些关节所在的部件。都需要这个东西。好，就日本为什么突然这样子哈？那它当然是针对一个叫做输出贸易管理法去修这个法。这个法呢，其实2024年日本就开始一定在修哈，因为已经很久了。只是修着修着当中突然加速，而且就是在这几天突然这样子宣布。好，它宣布是有备而来的。要知道现在所谓这个精密机床是什么概念？中国大陆的70%都是来自日本，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完全的攻克。刚刚讲航太业、军工业在这里头其实都是最大的关键哈。因此，而且这次我们看看里面的内容，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是针对于5轴联动。各位，1轴、2轴、3轴、4轴、5轴，你不懂制造也清楚嘛。而且这作为最精密的5轴联动是它锁定的。那有3轴跟比较低阶的5轴不在这个管制之内，所以它就是最厉害、最精密的管控你，而且它管控了整机哦，管控了核心的零组件。如果中国大陆你现在有的，你要后面买零组件，比如说什么航空公司啊、机轮公司，你要买零组件没有了，逐一批。还有关键的设计软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全部嘛，它全部就把你控制住哦。那现在其实这整件事情的部分影响，刚刚讲还不知道，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大陆评估。有可能会影响2-3年，要到中国大陆能够全部攻克，有可能2-3年才可以。所以现在受过的影响，但现在整体评估，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部分并不是死绝的把你切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漏洞。或者比如说，第一个它不是全部的禁运，你还是可以申请审批。只不过刚刚讲高市早苗系都放话了哦，如果你现在最新的部分，他们现在预估中国大陆的军工业啊、半导体的业，你是80%，大概是绝对不可能，你申请他也不会给你。但是现在可能的途径就是像先前在稀土，日本也是这么做。绕到欧洲，也就是说，现在如果第三国的二手机，或者绕到部分是国外的子公司生产呢，子公司贴牌的，目前就不在这个禁运里面，所以这里可能有这么一点点漏洞。我想高市早苗为什么突然这么做，可能跟他最近的背景有关，还是值得讲一讲。要知道，最近其实日本跟以色列方面已经在接触，准备要签订更大规模的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同盟的合作。这里头包括以色列准备打算把包括无人机、包括一些导弹以及各式各样武器，包括软体，要整个什么样规模呢？1600亿美金，包括日本在内一起合资，要准备把这个生产线转移到。日本，那这个是最新的，而且现在先前乌克兰跑去日本接触讲无人机，对不对？是很快的，他们谈1个月就签了。这个签了当中，钱、地点，包括后面的生产合作的公司，全部都已经确定了，而且快速要上线生产。大量的现在包括乌克兰无人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现在最近有一个迷之自信，就是说对于对抗中国的部分，除了有美国撑腰之外，当然刚刚前面讲的背后也可能是美国的意志，所以他突然有个觉得对中国有强烈对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看起来他有关于这部针对日本精密的这个机床，而且确实是对于中国可能有一点卡脖子，而且卡在航太
军工跟机器人这些前瞻发展上，所以推出这个部分的对抗的部分的政策有没有效果？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好，所以现在高市早苗是突然间有了底气了吗？有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在军事上面的协助，是不是就更有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所以今天祭出了一个最新的这一招嘛。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有没有反击措施？当然有了。我们赶快要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反击力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对日本祭出的稀土的出口管制。我们先来看到统计的最新数据哦，光是今年上半年出口给日本的稀土已经一口气暴跌51%了，6月份更狠哦，年减幅高达了80%。主要的关键就是在重稀土对于镝还有锻的日本出口是直接归零的。镝跟锻为什么这么重要？就像是日本去封中国大陆的机床一样哦。镝跟锻同时也掌握了可以影响日本的，包括了军工设备、高端制造、电动车的马达，甚至是精密电子等等。另外一方面，除了掌握这个矿产原料之外，中国大陆更掌握了一系列包括了这个从采矿啊到分离、冶炼等等供应链的整体技术。大家就在看说，那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的这个稀土出口如果减少的话，是不是稀土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获利就会减少呢？结果是不减反增了。我们也赶快来看到最新数据哦，中国稀土集团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46%，北方稀土预估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21%，代表说价格提升，虽然说这个出口减少了，但是价值更高了。所以8月份稀土价格哦，从2025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幅度高达了30%。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稀土方面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强化，刚刚讲了嘛，美国跟日本在一边，所以中国大陆也强化对于美国的稀土制裁。最新的方法是因为他要报复美国所做的这一件事情。美国在今年上个月底把43家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当中，所以制裁的企业已经增加到187家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想到办法来治美国了。这位是高志凯，他是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他说呢，中国现在应该要成立一家稀土总公司，重点来了，这个总公司就是设在美国一直不断提的新疆这个地方。他就说呢，如果未来美国你需要稀土的话，就请你亲自飞一趟到新疆来这边来跟我们谈，不管是稀土的出口甚至价格都是由中国大陆来决定，甚至未来还在新疆这边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等等。干哥怎么看？日本很少这样，你看收紧了精密的机床的出口管制，他很少这个样子，而且他现在学的都是我们中国这一套，就是说加严审核。你知道加严审核的意思？日本是一个最假仙的，就是我们台湾话就是说很 gay 仙呐，表面上很有礼貌，那个肚子里面全部都是刀剑。他坦白讲，他说我不是不卖你但是我现在从严审核，意思跟不卖你是差不多的意思啦。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中国的整个生产链呢？跟供应链呢，可能是会的。上次讲没有错。那你以为中国就可以让你这样挨打吗？看谁被打得比较痛啊！我跟你讲，你看现在镝跟锻两种重金属也就是那个这个元素，老实讲一句，到这个月已经怎么样？已经归零了。我们中国不出口给日本了。你不出口给日本，因为这两样这个元素最重要的它是什么？军工业和高性能马达，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的要紧，叫铱，一个金再一个乙，它是做什么的？癌症医疗设备要用到这个铱还有什么？还有半导体设备也要用到铱，所以说铱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总共7种这个重要的稀土都已经被中国下令先暂时，但是坦白讲一句，中国不会完全断供，你不能完全断供，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断供的话，那就代表是针对性的，你就是针对我日本的。但是中国不能在这个阶段里面还没有到要打仗的地步，我还不能说我就不卖你，对为什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像美国在2次大战之前跟日本讲说，我现在石油就不卖你了，日本就准备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叫战争宣示、战争行为，所以还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现在中国一定不会讲说我完全断供。
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老实讲一句，是美国就在帮腔，你知道，美国你看国土安全部啊，他竟然上个月底就说中国已经有100多家被列入管制了，你这些企业都跟军工有关系，那我现在要多加43家，这43家是哪一种？你知道？就是中国的企业里面有铜、有铅、有黄金、有服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他又把那个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他又搬出来了。他说：“你现在不是只有维吾尔人哦，你还有吉尔吉斯人哦，还有哈萨克人哦，都牵涉到被中国当局奴役，进入什么再教育营。”那好了，中国的智库啊，副主席高志凯他就说：“好，你要这样子是不是？你美国要跟着日本一定要这样子搞我们中国啊？没有关系，那我们中国应该要成立一家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要设在哪里？你知道？要设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而且不接受任何电邮，也不接受任何电话，也不接受任何网络订购。要买稀土是吧？你国防部 D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请你派专员，要先过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啊安全部门审核，你才能够来。不是来北京，你到了北京，你要坐，不管你爬的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马车也好，你给我到乌鲁木齐来谈判。你现在有资格再来谈判。高志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朋友，我们都可以谈；不是朋友哈，请你自己想办法到乌鲁木齐来谈，而且我们要纸上签约，不可以用 email。这个真的是，然后等一下签完了之后要用人民币付款，不接受美金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跟中国斗争的话，那下场不好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或日本你们自己。好，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讲的是日本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对中国大陆祭出这个制裁。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是跟日本一样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制裁中国的，还有澳洲了。澳洲最新我们也来看，它也有了动作，正在加强审查中国大陆相关投资人，要求呢，只要你是中国大陆的相关股东，你就要出售掉澳洲稀土企业北方矿业你的持股哦。目前中国相关的股东占这一间的持股大约达到了17%。为什么这一间公司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它开采的矿主要是包含了镝还有锑等等这一些重稀土。张晋老师怎么看澳洲的动作？接下来你怎么看？我想啊，在这些就是这个封锁技术产品或者封锁原材料。所有的封锁的这些手段都是慢性的在绞杀对方。可是有一句话讲说，你要卡人脖子，你一定要跟上帝站在一起。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技术领先的产品，总有一天人家还是会追得过。可是呢，矿产原材料产在你的家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家讲说是因为资源的封锁，会逼得对方狗急跳墙，然后甚至诉诸战争手段，诚如刚才干哥所讲的，逼得日本人非要下南洋，然后去夺资源，这是可能的。那我是觉得这个澳洲呢，他现在针对股权上在这个做这个文章，我想必须要提醒一下，在西洋的这个海洋法系的国家之中，你不可以针对单一的这个企业去立法。你可以用行政手段去要求，可是呢，他万一要求普遍性立法的时候，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站得住脚，所以在这边要提醒。至于高志凯先生讲说是把那个稀土工业全部拉到那个就是新疆，我以前新疆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有个参议员叫 Tom Cotton， 他动不动就是找新疆的棉花开刀。就新疆就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棉花种叫 Tom Cotton。说为什么叫 Tom Cotton？ 说因为美国的棉花的时代有一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啊 ，Uncle Tom's 的 Cambion， 所以我们这个新种的棉花就叫 Tom Cotton， 你知道？结果那个大家搞得啼笑皆非。当然这个事情只是昙花一现，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去捉卡别人方法有很多，但是讲实在话，这种拿先进技术去卡别人的，会有一天万一被人超越的时候，然后人家做出白菜价，最后会让自己的工业体系崩盘，那个风险才是更大。好，再来看到是北斗风神数量正式超越了美国的 GPS。来看到是中国大陆
包括了它现在拥有的56颗卫星，串起了解放军的杀伤链之外，今天还会来看到包括了510颗的太空天眼，锁死美军的航母。今天会来一个深度的剖析。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北斗的卫星正从单纯的一个导航系统，我们现在看到它大升级哦，成为解放军手中现在非常关键的太空战争的神经网络。而且呢，这场危机是来自于美方最新做的评估，这个是美国太空军最新的评估。他说呢，解放军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部署了北斗卫星的数量已经统计到56颗了，这56颗的数字等于是超越了 GPS， 目前美方的 GPS 只有31颗而已，不只是在数量上面超前，现在要来看到在这个技术上面，同时也有它领先的这个迹象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 GPS 主要靠的是中地球轨道来进行运作，但是北斗卫星它比较弹性，它有3种方法、3种轨道可以协助它进行运作，包括了地球的同步轨道，还有倾斜地球同步轨道，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中地球轨道等等哦，不只是具备全球的覆盖能力，也更能够在亚太地区维持更长时间、更高仰角的一个讯号覆盖。好，这代表是什么呢？即使部分的卫星在遭受了干扰、攻击或者是故障的时候，其他的卫星其实是可以继续来提供服务的。好，这个再来就是美军更担心的一件事情了。刚刚我们特别讲的是有关于北斗，其实呢，现在美军更担心的是，那如果北斗加上中国大陆现有的510颗卫星会怎么样呢？因为卫星提供的能力哦，包括它有情报监视、侦察能力，如果结合之后，代表解放军它可以做到更完善的一个远程打击链，那么等于是它的军事打击就会变得更加的完善了。它可以用在的时间地点，包括晴天可以用，云层遮蔽的时候也可以用，甚至呢，你军舰在航行、战机起飞，甚至是电磁讯号，只要一发出来的话，都会成为一个侦测到的目标。所以呢，我们来整体综合一下。也就是说，北斗所扮演的是杀伤链当中的关键角色。接下来，他会先发现目标之后，精准定位，接下来交给东风导弹、飞弹系统，然后还有包括了反舰飞弹、远程巡弋飞弹、轰炸机，加上无人机，做一个全面的打击链。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了？我们刚说了。超过510颗的卫星，中国大陆的部分，56颗的北斗，再加上它现在又有 AI 的分析能力，这个完整的太空杀伤链等于是正式成型了吗？北斗我们刚刚提到的3轨道又有什么样子一些特性？干哥怎么看？好，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50年前，就说像我们台湾空军还要派那个侦察机到大陆去拍照。但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叫什么？叫解像力。解像力到底怎么样？因为你可能是在5万英尺的高空拍的东西，那解像力可能有时候真的是很不清晰。慢慢进步，到了现在，你看到，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为什么以前常常派台湾空军，或是美国自己派情报机来拍照，如入无人之境，就是因为你当时没有能力抵抗嘛。现在呢？现在反过头来了，现在美国你以前你在侦查我们大陆沿海的目标，现在是解放军在36000公里的高空反过来看你，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他重视的不是只有解像力一项而已，他是要长时间滞空观察。也就是说，北斗卫星现在已经到了56枚了。但是它的中地球轨道这一个轨道，它是花最多心力在上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同步监测 B1 从哪里马里亚纳起飞了，B2 从那个约旦的基地起飞了。像这些东西，通通在北斗的眼睛里面看着。但你看到的时候，你要怎么辨识它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一碰到霾害，一碰到下雨天，一碰到暴风雨，就看不清楚了。北斗现在突破这个技术，我都看得清楚，而且我加入了 AI 人工辨识系统之后，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分析出这些类别、时间、角度、方位，
通通都要算进去，然后传回给哪里？传回到北京去，告诉地面部队说哪一个方面军，你现在看到的可能入侵的美军，他们的这些数据资料，通通看得到，这是由卫星告诉你的。当然，美国也有 GPS 啊，对不对？美国从几十年前就开始靠 GPS 吃饭，到现在，可是现在 GPS 只有31颗，远远不如北斗卫星的数量。再来讲另外一个东西，有多达，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惊人，中国竟然有510枚勤监侦卫星啊，那非常可观啊。什么叫勤监侦卫星？情报、监视、侦查，这3样是 C5ISR 里面最重要的3项：情报、监视、侦查这3项。我们现在有多到510颗了，有这么多卫星，我可以告诉你哈，如果它同时发挥串联的那个效果的话，那几乎在大洋上面无所不在，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它包括轰炸机，大到轰炸机，小到隐形战机。为什么我们说小到隐形战机？隐形战机并不小，只是它隐形而已。所以说它会小到在雷达屏幕上只有一只苍蝇或一只小鸟那么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用勤监侦卫星也可以看得见的话，那就是对美军的直接威胁。所以美国的智库会提出这些数据，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中国它在你看不到的领域里面已经非常惊人了。就是近地上面已经有部署500多枚卫星，还有中国现在最近正在发展一个什么，就是从地面打上去的反卫星武器。大家想说，星际大战要开始了吗？应该是从太空中由这个发射上去的杀手卫星发射雷射，对不对？对不起，还没有进展到那个地步啦。中国现在已经可以从地面上研发，可以直接从地面打了36000公尺的36000公里的那种雷射去致盲你的卫星。想请问一下，美国你的致盲能力在哪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些都在不久的未来都会成真的。再发展下去就变成星际大战了。美国你赶得上吗？好，这个是北斗卫星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外，还包括了数量也越来越多，等于是说覆盖了全球的能力再度的提升。但是我们也要来看一下细节，那精准度到底如何呢？现在根据官方的资料显示呢，它的水平的方向可以达到0.3公尺，那么垂直方向0.6公尺，部分应用已经强到了厘米级的一个精度，而且它可以搭配各种武器来做使用，包括了无人机、火箭炮、弹道飞弹、巡弋飞弹、陆海军、陆海空的部队等等。再来就是这些北斗它现在说呢，已经不止在天空，已经延伸到地下了。所以我们最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推动的这个叫做隐星入地的工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让隧道、地下停车场、矿坑这些地方原本我们都可以想象它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到卫星讯号的，现在是可以靠北斗来进行了。也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过去隐藏在地下的指挥所、飞弹基地、军火库，还有战备的隧道，未来搭配北斗，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作战体系。委员怎么看？对，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北斗卫星系统，加上这510颗的勤侦监的卫星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完美的打击体系那么首先先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北斗卫星系统现在全世界有4大这个卫星系统第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美国的这个 GPS 然后呢这个欧洲有一个，俄罗斯有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那么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系统，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叫做北斗卫星3号是在2020年正式的这个搭建完成，正式上线了。那么它现在有，就像刚才思明讲的，它有覆盖全球的能力。它在轨卫星目前是数量最高的，它有56颗。它这56颗是这样分布的。那么它之所以能够有全球覆盖那么之所以可以担任这个叫做飞弹的引导大脑的原因，是因为它在这个卫星的部署上是有技巧的。它这56颗里头有24颗是部署在中地球轨道所谓中地球轨道，就是这个轨道高度大概是21500公里的高度，然后呢，它自己在进行运转的这个速度大约是地球自转的2倍，所以呢，它在地球上空绕行一圈大概要花12小时到13小时
哦，就一天它大概会绕2遍哦。这个目前为止有24颗卫星是部署在所谓的中地球轨道上，就是我们看到的 MEO 哦。然后第二个呢，它还有部署了这个卫星在哪里呢？叫做地球静止轨道。它不是真的静止在空中啊，是它运转的速度跟地球自转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你抬头看起来，它好像就静止在那里不动的。那这个所谓地球静止轨道，它是为了部署在哪里？是部署在印太地区。所以呢，在赤道的正上方哦，高度大概是35786公里的位置，它部署了这个卫星在那里。它主要就是要这个捍卫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以及这个印太地区哦。那么第3种轨道叫做倾斜地球同步轨道。那这个轨道呢，它的高度一样是在35786公里的位置，可它之所以叫做倾斜，是因为它跟赤道有55度的斜角，所以呢，它运转的这个速度大概是24小时，一天转1圈。但是因为它有一个斜角，所以你在地面上往上看哦，你看到那个卫星真的运作管道好像就是写一个数字的8一样哦，就是这个一天都要绕行一次。那么这3种不同轨道所部署成的北斗卫星系统呢，它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它就可以解决掉很多在都市啊、在山区的死角，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它除了这个同步的同样的高度哦，这个中地球轨道之外，它还有固定的这个位置哦，做监控，然后它还有包含倾斜角度，去破解很多原本看不到的死角。那么因此大家都说，北斗卫星系统如果一旦进入做战争形态，它就可以变成飞弹的引导大脑。它只要接受到这个要打击目标的位置，它就可以很精准的引导飞弹打到那里。那么谁来掌握这个敌方目标的位置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扮演千里眼的角色啊，就是那510颗的擎针尖卫星啊。这擎针尖卫星它有这个叫多维度的感测，就它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感测的方式去进行侦测。同时，就像干哥讲的，它可以全天候的监控，所以你晚上也可以，台风天也可以，雾霾也可以，它一样可以穿破云层，穿过这个黑暗哦。然后第3，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引进了 AI 判读，所以它 AI 判读的能力很强。因此，这2个合体之后哦，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擎针尖卫星系统，这510颗就扮演了千里眼。它干嘛？它用来发现，它用来定位，它用来追踪。它把资讯传到了北斗卫星系统之后，北斗卫星系统就担任大脑，它去引导飞弹去做什么？去导航、去锁定，然后摧毁。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军方在采用的北斗卫星系统，加上这510颗擎针尖系统所联合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非常强大而且有力的这个监控打击的系统哦。这也是美国的媒体最近不断的在呼吁说，美国政府应该要高度警觉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能力太强大了。好，所以有了中国大陆的卫星加北斗，再加上武器，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作战系统，而成为中国大陆现在非常新的一个作战的体系。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为什么当初这个中国大陆会突然间要研发北斗呢？其实回顾一下历史，是当年发生的这个银河号事件哦，在1993年的时候，美国曾经指控中国的银河号货轮，它当时运送化学的原料，所以呢，他就把大陆当时所使用的 GPS 给关掉了。结果这个货轮就在海上受困了33天，所以中国大陆决定了说，接下来我们真的不能再靠 GPS 了，应该要自己好好的来研发北斗。也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了北斗。那么现在已经在全球有140个国家跟地区在使用了，总产值超过了6200亿。上志哥怎么看？接下来是完全2套不一样的系统吗？ GPS 跟北斗。我想 GPS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非常长，在欧美啊所有的部分应用，所以它的生态这个科技应用生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呢，北斗事实上在发展从研发到整个这30多年来，中国大陆其实它所发展的其实软体硬体都是难以想象的，都没有走任何的这个美国路线，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美国各方面没有办法突破或间谍的任何的方式去能够渗透到对北斗的。因为这里头除了刚刚2位提到的部分，我补充一下，因为整个北斗卫星它用的全部的都是
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哦，其实在20多年前，那么现在迭代的升级，所以它现在其实很特别的。北斗卫星是这样子 ，GPS 的卫星都是只能上下对于地面当中的回送，可是呢，北斗卫星是它的卫星跟卫星之间是可以串联、互相沟通的、这个部分很特别，而且它的硬体的部分的架构非常灵活，所以它包括它现在的升级都是靠什么呢？直接在太空上用软体就可以升级了。所以现在北斗卫星有很多是旧的卫星，但是它不断的升级。你看，这就跟现在 GPS 在整个所谓的这个科技系统当中不一样。那现在新的这个北斗的4号的未来，据说江湖传说可能会把中国大陆研的量子技术、传输技术应用上去，所以这个都很令人期待。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民用的东西，当然中国大陆或现在因为它在亚太地区已经有超过50%的国家已经都开始已经用北斗越来越多，但大家最瞩目的还是军事应用哦。对，我想大家想想，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以中国大陆来讲，第一个无人机，无人机的风行，无人机是靠什么？就是北斗啊，特别是当你几千几万架无人机的时候，导弹呢，东风导弹等等这些呢，就是无人机啊。对，就是北斗啊！而且现在联合跟跨军种的各式各样的，从演习到作战，大家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做什么呢？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所谓的体系化作战里头，强调的都不是我跟你缠斗，我远远的把你击落下来，就是所谓这个 A 射 B 导，就是说这里头都是靠北斗。所以其实大家在讲中国大陆的陆海空导弹的发展，武器各方面船舰，然后包括第6代战机强的不得了，可是都没有多谈，能够把这个整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靠北斗的这个整个军用系统哦。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关注到整个在中国大陆的总体的发展的军用性，而且在这军用性现在支援让巴基斯坦打败了印度，而且现在在中东战争上。江湖传说，伊朗现在能够可以把美国军事基地打得这么精准，背后说不定是透过俄罗斯，但是还是拿到北斗当中的相关的资料，不知道。但是这里头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现在北斗卫星所发展出来的严重性跟影响性，难怪美国现在非常非常的担忧。